那个，魏前辈，金陵试探着开口，这些年他一直不好意思开口叫一句师叔，毕竟按理说如今的他们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但是每每直呼魏无羡名字时，韩光君的眼神总让他不自觉打寒噤，最终也就习惯了跟着思追景逸他们一起喊一句不亲近也不疏离的魏前辈。混叫什么呢？虽说他的年龄跟这来自未来的金陵差不多吧，但魏婴心中就是突然多了种身为长辈的威严感。你阿娘是我师姐，我自然就是你师叔喽。一手搂过只比他矮半头的金陵的肩膀，来来来，重新叫。虽说按年龄咱俩差不多大吧，但是辈分在这了不是，别认生吗？看着魏婴期待的眼神，再看看坐在一旁的魏无羡，金陵满脸通红，支支吾吾半天，在魏婴的催促下，清晰而坚定地开口：“师叔。”哎，阿玲真乖。魏婴抬手拍了拍金陵的脑袋，看这孩子是越发顺眼了。周围的人见此，会心一笑，这两人到底不同。金陵看着面前这个捏他的脸，一边振振有词夸他阿娘的魏婴，如是想到，面前这个人没有离开江家，没有被百家讨伐围剿，没有经历阿爹阿娘的死，在他眼里，他就是自己师姐的孩子而已，他们之间没有隔着那些是非恩怨、生死离别。他会让自己喊他师叔，他会叫自己阿玲，真好。偷偷抬眼瞥见魏无羡嘴角的笑意，金陵立马转过头去，不让那人看到自己羞红的脸。第一次见面，得给我们阿玲压岁钱才行。魏婴刚要去摸自己身上的乾坤袋，转念一想，却是朝着蓝湛伸出了手。反正在他心中，他和蓝湛谁给都一样，何况他没钱。魏婴一直想着能同蓝湛模糊界限，拉近距离，所以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试探蓝湛对他的纵容和底线。若是蓝湛也是这样想的，若是他也觉得他们两个如同一人，还未等魏婴想完，蓝湛便十分利落自觉地往他手里放了几颗沉甸甸的压岁钱。魏婴的笑容更加灿烂，将压岁钱给了金陵，等赶明我找好材料，师叔再给你做个特别厉害的东西，当做见面礼。谢谢。金陵道。魏婴拍了下金陵的肩膀，随意道：臭小子，跟我还客气什么？金陵，来说说你这几天怎么样，看见你阿娘了吗？魏无羡将金陵叫了过去坐下，众人也都凑了上去，因而除了目光一直在魏婴身上的蓝湛，没有人注意到魏婴眼底一闪而过的复杂。那日，金陵急慌慌一见飞到莲花坞门口，整理了一下略显凌乱的衣角，这身便服还算干净整洁。抬头看着这陌生又熟悉的大门，他却犹豫了。近乡情怯，他不知该以怎样的身份去见他只在画像上见过、别人的口中听过的阿娘。跨越空间而来，他又该怎么和阿娘解释这么多年他没有爹娘的陪伴？还有他阿爹，他祖父和小叔叔的罪行大概不日便会有了定论，这同他的那个世界不一样。而若是这个世界的阿爹阿娘没有走到一起，这个世界不会有一个金陵，他的和盘托出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不知道。一时间，各种想法在金陵脑中闪过，牵绊住了他的脚步。自己眉间的朱砂太过显眼，金陵施法隐去，而后走到一旁，靠在墙边，打算好好想想该怎么办。这位公子来莲花坞可是有事？正在思索的金陵没有注意到来人，直到这温柔的声音响起，才猛地抬头。不似画像中阿娘露着光洁的额头，发髻较高，一派雍容大气。面前此人梳着双髻，轻薄的刘海挂在额前，腰间别着江家嫡系才有的清心绫，同是气质温婉，却又多了份少女的青涩。但这眉眼之间，同那他从小到大看了千遍万遍的画中人有着7、8分像。这人正是他的阿娘江家嫡女江厌离。原来江厌离带着婢女外出，回来时负责看守的门生告诉他有人在江家门口徘徊，也没有上前来询问什么，也不知道是有何事。顺着门生手指的方向，江厌离便见一公子靠在墙边，怀里抱着把有些眼熟的剑，低头皱眉，不知在想什么，一只脚无意识的来回蹭的。不知道是不是找阿成的，江厌离点了一个门生同他一起过去。我那个就是金陵几番开口，却不知说什么，紧握着手中的剑，倒是憋了个大红脸。
别着急，江燕离安慰道，他总觉得自己对面前这人有种熟悉的感觉，好像对他就是会有更多的关心和耐心。我叫江燕离，是江城的姐姐。你叫什么名字？金如兰，暂时还是不要和阿娘说她是金陵好了。兰陵金是吗？江燕离打量了一下金陵的着装，但并没有注意到金星雪浪的暗纹，又否认了自己的想法，只道是寻常修士。金公子来此，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有事找江宗主？江燕离温声询问的声音让金陵有些局促。没，我有些饿了。说罢，小心翼翼抬眼看了看江燕离。